在一个寒冷的冬夜，拉尔夫正准备在电视节目间隙喝一杯热可可，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声轻微的喵喵叫。当他走到门口，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，外面的雪即将开始飘落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一只猫的脸紧贴在玻璃窗上，温柔地用毛茸茸的爪子敲了敲窗户，仿佛在向他示意：“请让我进来。”拉尔夫毫不犹豫地打开了门，猫迅速跑了进来，带着一股寒冷的气息。它身上虽然有些冰霜，但依然显得健康蓬松。拉尔夫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动，知道这次邂逅绝非偶然。猫的到来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他赶紧给猫准备了牛奶，猫小心地喝了一些，随后在屋子里四处走动。拉尔夫则温柔地抚摸着它的皮毛，心中涌上一股久违的情感。这只猫似乎早已打算和他建立起某种特殊的关系，而拉尔夫也感到他的到来将改变他平静的生活，甚至可能带来他从未预料的惊喜。拉尔夫一直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有些单调，换工作搬家，然后安顿下来，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既定的轨迹进行。然而这些年里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整理生活琐事，找房子，买必需品，每天忙碌得不知疲倦。偶尔给家里打个电话，也总是觉得自己与家人的距离越来越远。每次听到母亲问他过得还好吗，他总是笑着回答，却没有心力去解释内心的孤独。于是他开始羡慕那只猫，它的生活简单而自在，喝着牛奶，吃着鸡肉，仿佛一切都无比从容。拉尔夫给猫端了一盘剩下的鸡肉，但它只是闻了闻，几乎没有动筷。他耸了耸肩，不以为意，自己又转回去继续看电视，沉浸在自己的足球比赛中。尽管比赛激烈，他的注意力却时不时地被那只猫吸引。突然间，猫的欢快叫声打破了他的专注。拉尔夫转头一看，只见那只猫伸着脖子，好奇地注视着大电视屏幕，他的眼睛闪烁着兴奋，仿佛也在享受比赛中的每一个高潮。你也喜欢足球？拉尔夫低声笑了笑，按下遥控器调低了音量，希望能让猫留在这儿，但它似乎被画面上的动作吸引得太多，没多久便离开了。他的目光早已不再集中在屏幕上，而是开始四处游走。几分钟后，一声低沉而悲伤的喵喵叫从走廊传来，打破了拉尔夫的思绪。他放下遥控器，走出客厅，想看看这只猫究竟在做什么。猫已经不在客厅里了，而是在房间里自顾自地探索。它迈着轻盈的步伐，似乎对每个新环境都充满了好奇。特别是拉尔夫的卧室，猫在床上舒展了身体，像个小孩子一样在被单上打了个滚，然后又跳上窗台，盯着外面飘落的雪花。他的眼睛亮闪闪的，仿佛在思考着些什么。接着又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喵喵叫。拉尔夫站在门口，微笑着看向那只猫，解开门栓，轻轻推开门，让它进来。猫优雅地穿过门框，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向客房的角落。拉尔夫的目光跟随它，看到它早已在架子下找到了一条折叠的毯子，舒适地卷在里面，发出一阵满足的咕噜声。那声音低沉而柔和，仿佛他已经决定这个新家是他的栖息地，完全没有任何不适或犹豫。拉尔夫忍不住笑了出来，他看着猫那一刻，心中升起了一种奇妙的感觉。猫的举动既可爱又滑稽，甚至有些不拘小节。拉尔夫曾养过几只宠物，但从未见过像这只猫这样独特的存在。它显得那么自信，甚至带着一丝骄傲，仿佛在无声地对他说：“看，这就是我的位置，
我已经找到属于我的天地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也像他一样，找到了一种归属感，不仅是这座小屋，也许是这份温暖的陪伴。看着猫安静地窝在毯子里，拉尔夫心里涌上一股莫名的满足感。他突然明白，那些微小的划痕并非无意，而是他在这片新天地中做出的痕迹，是他对这段新关系的回应。他的心中升起一阵温暖，那是对他的一份微妙回报。他的信任，他的照顾，仿佛是一场默契的交换，虽无言语，却有深意。日复一日，这只猫成了拉尔夫家中的一部分。它的存在让这个原本空旷的家有了生命的气息。偶尔，屋子里传来它低沉的呼噜声；偶尔，它又安静地消失在某个角落，留下的只是些许温暖的气息和细小的痕迹。他越来越习惯了这个家，而拉尔夫也逐渐适应了他的陪伴。那种孤独感似乎在他的到来之后逐渐淡去。然而，某个寂静的夜晚，拉尔夫醒来时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不安的念头：这只猫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它的出现仿佛毫无预兆，似乎是一场偶然的相遇。但这场相遇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？这股不安让他无法忽视，于是他决定做些调查，看看周围的邻居是否有人丢失了猫。他拍了几张猫的照片，向身边的朋友们展示，但他们没有一个认出他。拉尔夫将照片上传到当地的留言板上，试图寻找它的主人，却发现描述与他的新朋友完全不符。他又在社区团体和在线平台上发出询问，但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。所有人一致的建议是将猫送到动物收容所，但拉尔夫心中却充满了犹豫。自从第一次见面以来，这只猫便信任了他，它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一切，而且它的存在已经成了家的一部分。拉尔夫的心情有些复杂，他知道自己无法再把它送走，于是他开始为它准备一些必要的物品：猫砂盆和食物，还有一个大猫床。猫看着这些新物品，神情犹豫，尤其是看到食物时，它并没有动一口。拉尔夫不禁感到有些失落，难道它还是不适应这里吗？然而，当他从壁橱里拿出一条熟悉的毯子时，猫的反应却让他大吃一惊。他突然兴奋地蹭了蹭毯子，仿佛那条毯子有某种特殊的魔力，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安慰。他好像找到了某种依赖。拉尔夫心里也松了一口气，虽然他还不愿意吃东西，但显然他正在渐渐接受这里的一切。这不仅是物质上的舒适，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归属。就在拉尔夫以为一切都会安然无恙时，事情却有了转机。那天晚上，拉尔夫准备好睡觉时，突然听到猫从客房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。他走过去，看到猫正在毯子里翻腾，似乎不安地在寻找什么。拉尔夫蹲下身，轻声安慰他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细节：毯子下有一只小小的猫咪睁开了眼睛，微弱的呼吸声透露出它们的脆弱。拉尔夫顿时明白，猫原来并非孤单一只，而是带着小猫来到了他的家。他的秘密终于浮出水面，它并不是迷路的流浪猫，而是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小生命寻求庇护。拉尔夫的心情复杂而温暖，这一切超出了他的预期，但他知道自己的生活又将因为这群小生命的到来发生更大的变化。拉尔夫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他从未想到过，原来这只猫身上藏着如此大的秘密。他竟然带着小猫来到了他的家。他的脑海中一片混乱，无法立刻理解眼前的情景。他轻轻地伸手去摸那只小猫，它的毛发柔软细腻，
呼吸微弱，但生命力却是那么顽强。拉尔夫心头涌上一股深深的责任感，他知道自己现在不仅仅是在照顾一只流浪猫，而是接手了一项更加严峻的使命，保护这母猫和它的小生命。猫似乎感觉到了他的触摸，缓缓转过头，看着拉尔夫，那眼神充满了无言的信任。他轻轻地舔了舔小猫的耳朵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拉进毯子里，仿佛是要把自己和小猫完全藏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，寻求安全和温暖。拉尔夫看着这一切，内心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与责任。他低声自语道：“你们的到来真是太意外了。”那一夜，拉尔夫几乎整晚未眠。他躺在床上，耳朵里是猫和小猫轻微的呼吸声，心中却充满了困惑与焦虑。他知道，这样的责任绝非一时的决定，而是一个长久的承诺。他开始回想起自己曾经养过的宠物，虽然他们给过他无数的欢笑和陪伴，但从未有过这样的情感连结。他意识到，这不再是简单的宠物与主人之间的关系，而是一种更深的纽带，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。第二天早晨，拉尔夫决定去做更多的准备工作。他知道，他的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，而是一个家，包含着责任与关爱。他跑去附近的超市，买了一些更合适的小猫奶粉和营养丰富的食物，还特意挑选了更舒适的猫窝。他甚至买了几件小猫玩具，想着或许它们也能带来一些欢乐。回到家时，拉尔夫悄悄地走进客房，看到母猫依旧安静地窝在毯子里，紧紧地守护着自己的小猫。小猫们已经睁开了眼睛，虽然眼神还显得有些迷茫，但它们似乎已经感受到了温暖与安全。拉尔夫轻轻放下买来的物品，尽量不打扰它们。他蹲下身，看着那几只小猫逐渐爬到母猫的怀里，开始吸食奶水。母猫的目光依然平静，但拉尔夫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微弱的放松，那种深藏在心底的紧张感似乎得到了缓解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母猫突然转过头，轻轻地看了他一眼，仿佛是在表达感激。那一刻，拉尔夫的心被深深触动了。他突然明白，这份责任和关爱不仅仅是他对他们的照顾，更是一种无形的承诺，一份将伴随他一生的责任感。几天后，拉尔夫将小猫们放进运输箱，送到最近的兽医诊所。所有的小猫都得到了健康证明，第一次的疫苗接种也安排好了。此时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与这些小猫的联系已经变得无法割舍。当1个月过去，依然没有人声称失去这些猫咪时，拉尔夫终于明白，他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正式监护人。小猫们渐渐长大，开始和他互动。拉尔夫也为他们买了丰富的玩具，猫咪们逐渐成为了他最亲密的伙伴与哨兵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拉尔夫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他不再是一个孤独的男人，而是一个拥有小猫与母猫的家庭成员。他们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。每天清晨，他都会看到小猫们在客房里嬉戏打闹，而母猫则安静地坐在一旁，时而抬头望向他，时而低下头继续照顾小猫。拉尔夫的内心逐渐变得宁静而满足。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宠物主人，拉尔夫确保他们都能得到必要的医疗护理，并且与他们一起生活在充满爱的家中。如今，拉尔夫的住所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住所，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家，充满了温暖和亲情。拉尔夫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飘落的雪花，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满足。外面的世界依旧寒冷，而他的小家
却充满了生命的气息。猫咪们在客厅里打闹嬉戏，拉尔夫微笑着，心底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。曾经的孤独与不安，现在都被这几只小猫的欢声笑语所填满。他知道自己不仅仅是这些小生命的保护者，更是他们的家园，给了他们一个温暖的避风港。随着冬天的深入，外面的世界变得更加严寒，但拉尔夫的心却越发温暖。他常常坐在壁炉旁，猫咪们围绕着他，一起享受着温暖的时光。有时候，他会拿出一本书，低声读给他们听。虽然他们不懂，但在拉尔夫的心里，这些小猫就是他最亲密的伙伴，他的家人。拉尔夫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。他曾经以为自己只是暂时收留了一只迷路的猫，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决定竟改变了他的生活。现在他已经无法想象没有他们的日子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拉尔夫意识到，家不只是一个地方，它是你心灵的栖息地。而他的心，如今早已被这几只猫填满，变得更加完整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并分享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